还有不到1周的时间 ，PVP 连胜活动就要开启了。你已经想好要怎么赢了吗？如果你打算靠手里的硬币投出5连胜，那你应该先准备一台血压监测仪。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，我是你们的卡组工具人色带。本期的内容将会与你们分享我制作的牌组表格，里面包含了108套的冠军牌组。这条影片会教你们如何使用它，完全免费。我会把文档放在下方的简介里面，如果有帮助的话，求顺手点个赞。让我们马上开始吧。画面看到的就是我制作的云文档，你可以用 PC 端或是手机端打开它。文档中的比赛员是来自 Limitless TCG， 收录了自开服以来举办的所有非官方锦标赛的数据。这里面是我整理收录的108个冠军牌组，没错，全部都是冠军使用的牌组。因为连胜的要求越高，对牌组的稳定性要求也就越高。每个比赛中脱颖而出的冠军都经过了瑞士轮的检验，所以这些牌组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个参考的思路。我们一步一步介绍，先来看一下左边的锦标赛信息。这个部分是比赛的官方名称，你可以在这里找到所有举办过的知名的赛事，像是主打 NoEX 和特殊规则的 Little Legends League， 可以很方便的看到他们每届比赛的冠军牌组。或是新西兰测试服就开始举办比赛的 Pocket Legends League， 他们是全网第一个举办锦标赛的社区，参赛人数很多，也经过了多届比赛的打磨，他们每届的冠军牌组都比较有参考价值。还有 RCD 主播举办的大型赛事，每届的参赛人数都超级夸张，你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冠军用了什么类型的牌组、牌表和构筑的截图、使用的能量等等。如果你用苹果手机，可以双击图片放大，直接抄作业；如果你使用安卓机，可以用牌表一键导入到游戏里面，非常方便。这个我等下回教。然后就是标题栏的第2项，为了保证数据的稳定性，这个表格只收录了64人规模以上的比赛。你可以通过参赛人数来判断冠军的含金量和运气成分哪个更大一点。当然，也不是参赛人数越多就越有说服力，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参考维度而已。然后就是牌表的部分，这是每一副牌组的具体构筑清单，双击打开图片就可以查看了，放大和拖动都是可以的。这是一个超梦 2.0 牌组，你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构筑情况。再来看看其他的牌组。我们选一个1024人参赛的冠军喷火龙，放大，很方便对吧？这副喷火龙牌组只带了一只卡蒂狗，这也是时下热门的火系构筑，带一只卡蒂狗防止卡手，带2只风速狗保证进化。你可以通过这个表格学习到很多东西，扩展你的组卡思路，完全免费使用，你可以用手机或者电脑实时查看，而且我会保持更新的速度，争取做到每天更新。接下来我们介绍另一个功能，我先切换到手机端的界面。我制作了2个语言的版本，分别是中文版和英文版，可以根据你的语言习惯来使用这个表格。如果你是通过 CC 字幕收看本条影片的观众，还有其他的语言需求，请留言让我知道。回到教程，我们现在介绍牌表导入的功能。简单来说，牌表是一副牌组的文字版本，我们把它先复制下来，然后打开酷优应用程序。可以看到它上线了一个卡组导入的功能，这个功能目前只有安卓用户才可以使用。我们来实际操作一下，打开游戏界面，点击我的牌组，点击建立全新牌组，点击编制，然后就会看到左上角多了一个导入牌组的按钮。我们把刚才复制的牌表粘贴进去，然后就可以完成导入了。如果你缺少了某张卡牌，它就会提示你具体缺的是哪张卡，因为从牌表中导入的都是基础 EX 卡，不包括全图卡或者是皇冠卡。这里因为我的牌库不全，只有1张基础超梦 EX， 所以我就手动再填入1张异化超梦，然后牌组构筑就完成了，是不是很方便？不需要再一张一张填入了。我们再试试别的牌表，我们来组一个黑马风速狗，先复制下来，然后切回游戏，直接粘贴进去，确认一下，然后点击完成。当当，新的牌组直接覆盖了刚才的超梦，非常简单，一套冠军火系牌组就组建好了。你可以用这个方法，在我制作的表格中复制任何你喜欢的牌组，找到你用的最顺手的构筑。如果你是苹果的用户也没关系，你可以通过查看牌组图片手动编制，虽然效率会慢一点，但是能帮助你准备 PVP 活动的时候节省很多查找牌组攻略的时间。然后我再来介绍表格的其他功能。
首先是这个 NoEX 模块，你可以通过筛选来呈现不同的比赛风格。在筛选里面选择是，表格就会展现不同比赛中的 NoEX 冠军。我们来看看这个81人参赛的水系冠军牌组，再看看这个94人参赛的钢属性牌组，美露坦加上皮卡胖丁，我没玩过，看起来很有趣。很多人会想，那如果我不参加比赛，那我组 NoEX 有什么作用呢？其实你可以用它来参加玩家社区自发组织的4人对战房，在4人对战输入 NoEX 就可以匹配了。对战房里的玩家全都是不放 EX 卡片的，可以看到各种创意的牌组，非常的有乐趣，推荐大家去玩玩看。除此之外，官方经常会有 PVE 活动，需要你用3钻以下的卡片来完成任务。如果你正好缺少克制的属性卡， NoEX 冠军牌组也是一个不错的平替。另外，表格也可以筛选牌组能量，找到你感兴趣的能量，然后你就能看到相对应的牌组了。这边就是所有收录的雷系冠军，虽然都是皮卡丘 EX 变种，但却是各能量里面变化最多的牌组，每副牌组的构筑都不太一样，你们可以对比看看。因为我之前也有做过牌组强度榜的影片，里面有很高胜率的牌组，就像是皮卡丘 EX 变种，胜率全部都在60%以上。那么使用它就一定能拿到5连胜吗？其实并不是的，因为比赛环境是动态的，比赛环境又会同步影响到匹配对战的环境。最近2周的比赛中，因为喷火龙、风速狗牌组的崛起，导致了皮卡丘 EX 的使用率和胜率都在下降。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卡加入，也会越来越多的全新构筑，我也会持续更新这个表格。如果你对这些比赛感兴趣，也很好奇他们的举办者是谁，可以通过表格中的赛事网址链接，跳转到赛事的主页面。在这个页面，你可以查看到这些比赛的相关信息，这些比赛是什么赛制，是 BO3 还是 BO1， 也可以查到主办方正在使用的社群媒体，他们的官方 Discord 和直播的平台等等。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，目前宝可梦最大比赛的主理人 RCday 其实是一个有在做直播的女主播。如果你对比赛背后的故事感兴趣，这个表格也可以帮到你探索这个部分。好的，以上就是表格功能的全部介绍，可以很方便的查看比赛情况、参赛人数、用什么能量，用来当做你构筑时的参考，协助你通过现有的牌库组起来几个强力牌组。无论你以后是面对 PVP 连胜活动，还是排位系统，它都能给你提供一些小小的帮助。你也可以使用里面的排表功能，来很方便的实现一键导入。随着玩家社群和应用商的开发，苹果用户以后也一定有机会能使用到。如果你暂时用不到，也可以先收藏一下，后续我会不断完善功能，让大家使用起来更方便。如果有什么建议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如果觉得本期内容还不错，也求个点赞、订阅、转发。我是色带，我们下次见。